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上一个视频结尾不是讲说，应该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说明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感受。然后关于这个事情又有了新的发现，就是首先是如果每天都会有新的感悟或者想法的话，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更有意思的是，就是我昨天其实状态挺差的，因为前天茶喝多了，然后觉没睡好，导致昨天一起来昏昏沉沉的，然后就开始又准备想乱买东西啊，然后又开始看 YouTube 上乱七八糟的视频，最后止损了，没有买乱七八糟的东西，状态也恢复过来了。然后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画的网课，就是他把这个我以后也会分享，是一个韩国动画师，他的作品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有刷到过，他还挺厉害的。然后他真的是把我这么多年关于动画的一些疑惑都给就是拆分的非常细，讲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发现了这场网课，然后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 iPad 上画主帧动画的一个 App 叫 TuneSquid， 然后这个软件居然是一个人开发的。Anyway， 就是连续发现了2个宝藏，然后就一边上课一边用那个软件跟着画，就感觉特别开心。所以即便我昨天开局非常烂，但是因为之后把状态找回来了，就是有了新的感悟，有了学习到了我很感兴趣的新的知识之后，无论那一天开局多烂，我到那一天最后对这一天的感受，我当下的感受，或者是这一天在我的回忆中都会变得很棒。所以大家即便这一天的刚开局是摆烂的， it's okay， 你有一整天的时间，你无论何时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很棒的一天，这是这个感悟。然后我明天是周一，我原定计划就是明天要开始投新的工作了。一开始想到这件事情，我其实第一反应还是有些紧张跟焦虑了，因为其实作品集也没有做完，但是我就给自己定下这个 deadline， 说无论有没有做完，周一就开始投。然后对于我觉察到我的紧张跟不安之后，我会跳出来说 OK， 这说明2件事。第一，有恐惧的话，说明我的内在小孩我还没有哄好，然后因为内在小孩没有哄好，我依然因为我自己的那句话叫我不够好，所以我感到紧张和恐惧，因为我还按照过去的剧本在演。就是具体这些话什么意思，我可能接下来有机会讲我上爱自己课程的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讲明白。但现在先这么说，我既然在按照过去的剧本在演，还带着伤痛的话，那说明我肯定就会紧张跟恐惧啊，因为之前的找工作经验并不好。OK， 那么现在学会爱自己课程了之后，我要做的首先是安抚自己的内在小孩，然后我意识到说 OK， 我还带着恐惧，那我不要我过去那个剧本，过去那个剧本好烂，我不喜欢。那新的剧本是什么呢？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自信丰盛的人。那么自信丰盛的人的剧本是什么样的？他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找工作呢？我想一个自信丰盛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对于我自信丰盛的我来说，那好的工作应该触手可得，随便找就有。OK， 那就按照这个新的剧本去演了，没关系，明天随便投好的工作自己就会找上门，懂吧？就是很微妙，这就是上爱自己课程之前跟之后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然后今天还想跟大家讲一下，说我是怎么克服拖延症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克服拖延症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学习跟做事的方法了。虽然我可能花了将近30年，我才研究出来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如果早几年，因为大家也知道应试教育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学的也是垃圾，考试它这个锻炼的能力也是垃圾，也事情就是一体两面吧。还好我没有花那么多精力在国内学习的应试教育上花太多的精力，要不然没时间玩，没时间听歌，没时间看电影，没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还挺亏的。就是我觉得10-20岁是个非常好的去感受新的东西去玩这么一个状态。OK， 那说回来，我是怎么克服拖延症的？首先，克服拖延症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说，我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先有了恐惧，有了恐惧之后很可能会拖延。所以拖延的根本原因是你还没有照顾好你的内在小孩，你的内在小孩还有恐惧。当然了，这个肯定是要上过版主的课，或者听完我解释他的课流程是怎么样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今天先讲说没有上过，我2024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上爱自己课程，我是在2024年克服拖延症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在不直面内在恐惧的情况下该怎么克服拖延症。当然直面的内在恐惧呢，就是我想说雪上加霜不对，就是火上浇油也不对，就是 就是 make it better， 你会更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OK， 那不彻底但是也好用的解法是，首先第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该学会怎么把那些又大又蠢又可怕的任务，找工作这个it's a horrible monster， 你要学会怎么把这个任务拆分成最细小的一些颗粒吧。拿我的 iPad 举例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从平地这里迈一大步跳到 iPad 的顶上，这就是没有工作到找工作你要经历的事情，对吧？虽然只有找工作3个字，但是这个 iPad 它真的很大，看起来遥不可及。所以我说如何把难的工作拆分成最小的颗粒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建立一些特别小的楼梯，然后这个楼梯一点点搭建到这个 iPad 上面。所以你其实每一步走起来都几乎是毫不费劲，因为它台阶很小嘛。然后当你走到这个顶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其实以后我也会分享说就是关于如何把一个很大很难的东西拆分成最简单的小台阶或者小颗粒的这个智慧，也是我发现也是一个如何来判定这是否是一个好的老师，或者这堂网课是否是一个好的网课的一个标志。就是这种教学方式或者这种学习思路是非常赞的，就不只是书面上的学习啊，就无论是 OK 你学或者是你面对生活上的难题，你把这个东西拆分的特别细，这个智慧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是设定目标，就是我会把比如一天要干的事情我就写到这个便签纸上。写目标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在把一个大的任务拆分成很细小的颗粒了。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会怎么在头一天睡前写我第2天的任务目标。第一个任务就是刷牙洗脸烧水，做完刷牙洗脸烧水之后会把一个个划掉。然后接下来是吃饭洗碗，吃完早饭洗完碗我也把它划掉。然后是坐定1个小时 set up， 就是我接下来这1个小时我就坐在那里，我就盯着这个任务干。就这个任务其实也被我拆解成非常小的细碎的小步骤了。坐定1个小时，这就是我可能每天早上我会给自己写的 to do list 的前几步，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目标。OK， 第3个就是要定时。比如说我写的坐定1小时，为什么是1小时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只要我扛过这1小时之后，就是基本上这1小时可能最后几十分钟我其实就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但是可能这前半个多小时甚至更久40-50分钟我都会是一种一直想要就是看看手机东张西望的那个状态。只要你一开始东张西望，开始玩手机，开始上厕所，你这坐定1小时就废了。为什么叫坐定1小时？就是你定在那里，你除了做你这件事情，其他事情什么都不要干，手机也不准看。OK， 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进入心流状态要花多长时间。
我是1个小时，所以我会说先做定1小时，这1小时非常重要。基本上我每天只有经过这做定1小时之后，我才会开始很有效率的做其他事情。然后还有这是3大，就是拆分，把大的任务拆分成小任务，定下目标和定时做定那1小时，是我就是关于治疗拖延症最重要的3点。然后还有一些小 tips， 其中一个就是我很建议大家去买这个屏风，它用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了这个屏风之后，你会发现做定1小时这件事情变得容易很多，因为我是设计师，我只需要一台电脑，就我眼前除了电脑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然后还有一点是，当你在做你拆分的这个小步骤的时候，你就只专注于这个小步骤上面，你不要想这个小步骤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小步骤，还有9981怪要打，还有什么？还有这是小步骤后面还有一个珠穆朗玛峰，不要想这些。当你想这些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又开始紧张跟焦虑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内观，你就开始观察这个情绪，直到这个情绪消失 ，OK， 然后就继续专注于这个小动作。训练的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渐渐想说这个小步骤身后还有那么长的西天取经之路要走，你就不会，你就只专注于这个小动作。OK， 做完下一个小步骤。You know， 就这样，你会变得越来越熟练于只专注于这一个步骤。OK， 那哇，今天也逼了12分钟了。今天给大家分享大概就是这些。See you guys next time.